开始拍了，但是怎么东西啊，什么都拍不到啊。有一只猪在这儿探头探脑，这只猪的脸为什么变得这么圆呀？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发，稍微坐一会儿，应该是在除夕的凌晨1点钟左右到曼谷。我们现在从机场已经出来了，然后正在坐出租车前往酒店。现在已经是凌晨的1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2点半了。落地大概是北京时间1点钟，也就是说出来花了大概1个半小时，因为全都是人，有韩国的呀、欧美的呀，大家都往这边来，中国的也有很多，然后排队排了比较久。我们到了我们的酒店，这个是 Moxy， 据说是亚洲最大的 Moxy。这边是在这个 Central World， 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总之是在曼谷的一个市中心的位置。好，我们进去，走。哎呦，这感觉跟个酒吧似的。刚才给我们送了小饮料，虽然我已经喝完了。然后是在等待办入住的时候，还挺友好的。这边很大，看着有点像这种工厂的这种风格，798那种感觉。还有个台球桌是吧？那个台球声。好，我去看看那个。好，你在这等着。这边是个餐厅，好像。台球，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入住办得有点慢，等了半天了，也没办法。看这个镜子，耶！今天起来已经是中午了，然后我们到酒店的露台上先看看曼谷的市景。耶！他们都坐在这种大垫子上吗？感觉还挺舒服的。你看。还挺繁华的，看这个时间，现在已经是11点25分了，要去吃午饭了。好像是一个就是泰国数一数二的那种大的那种购物中心。很大的购物中心。这边确实街上还挺吵的，因为很多的摩托车，还有这种出租车呀，这样，所以说话都有点听不清楚的感觉。所以我理解为什么老外们来中国都说，哎呀，中国的街道好安静啊！原来外边都这么吵。这是一个小佛，应该不是四面佛，这是一个小佛而已。我们接下来要去四面佛。你拿了个什么玩意儿？他给我一个草莓让我尝，好吃吗？好酸。
好酸。但是好就是味儿很浓，但是很酸。哦。请来膜拜湿婆，上面挂的简介写的。泰国佛教氛围还挺浓的，那个街边就有那种佛。是啊，泰国的僧侣地位非常高。据说，首先僧侣很有钱，然后大家都很尊敬他们，而且说你不能踩僧侣的影子，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这个是排队来跪拜的。大家都捧着一个礼盘啊，是什么东西在跪拜，然后把它放在上边。就进了一家购物中心吃饭，这边有很多的日料，还有印度菜，但我们想的肯定是先是一家泰国的餐厅，看看他们自己的是什么感觉。Yes, this one is seafood soup. Yeah. Oh, what's the difference? This one is the seafood. We had a lot of just like fish, just like corn. For this one, we only have corn. Tom yum goong. Oh. 这个小菜已经被我们吃完了。哎，感觉怎么样？好吃。你不能就说好吃。非常清爽，而且就是酸甜，它的口感非常的搭配的非常的得当，就是而且这个食材就是非常的新鲜的感觉。反正我在国内好像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青木瓜沙拉，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感觉青木瓜沙拉就是有点 get 不到，但这个就是让我 get 到了，很好吃。主要是它，我感觉酸味、甜味和辣味都很突出，就是那样的一种。平衡的很好。对，就是国内的感觉都是比较淡一点，就没有它这么强的这种味觉冲击给我的感觉。我感觉国内的那个青木瓜好像没有这个好吃，就是它要么就有点老，要么就有点柴，这个就是还好。可能吧。这个是这个呢？饭，这个没尝，浇点炼乳上去。好。是浇在菠萝上的还是浇在饭上的？我选择浇在菠萝上。尝一口。尝。搭配上这个。哎，我要不要帮帮你？包的。啊！太大了这一块。哎。很好吃。怎么个好吃法？菠萝芒果很糯很甜，然后那个饭它不是那种就是纯黏的，它有一点点那种硬度，然后就对饭也是有一点那种炼乳的甜，很好吃。这其实确实有点像那种云南的菠萝饭，但是呢没有那么甜。它比菠萝饭甜。没有吧？它比菠萝饭硬，就是这个东西。对，它硬。然后它蘸这个我觉得很好吃，你可以蘸试试。
然后它有点那个炼乳的味道，这个其实国内基本没有。对，我再尝尝它的菠萝，不是芒果，我也说错了。说到这种，感觉像菠萝饭。挺好吃的。对。但就是正常的芒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很好吃的芒果，对，正常，肯定比正常的大的好吃的大芒果。不错。刚才突然上了一大波菜，这些菜一起上来的。这个是猪颈肉，一个一个尝。猪颈肉是蘸这个料，好像说。这个口感特别好，就是有点筋道，然后它又很嫩，很有嚼劲儿。然后这个料汁的搭配，这个调味也特别好。我觉得它是火候掌握的很好。啊，谢谢。Thank you。这个是它这儿的一个特色的那个叫红咖喱大虾。但是我们先说猪颈肉，猪颈肉我觉得是很对，火候非常好，就导致它的肉感就很嫩又熟了。但是对，然后呢，这个料其实就是那种酸甜口的料，其实是。这个我有点想尝一下。可以尝一尝，这个应该也蘸这个料，但我觉得就这个猪颈肉应该是不蘸料也很好吃。再来一块猪颈肉，我直接吃。要不要尝一下这个？尝啊，这个。虾肉很嫩，然后这个调味的话就是那种红咖喱的味道，就是很好吃，而且还伴有一种很清香的香料的味道，我觉得很不错。尝一尝炒饭吧。他说炒饭可以浇一点这个汁儿，然后这个汁儿的话，它是这样子的，好像是有点酸咸口的一个。你先浇在边上吧，对，万一要不好吃。刚刚已经尝了一口，还可以。然后它这个里面有蟹肉，然后有一些青豆啊，然后胡萝卜丁之类的。就是甜鲜口味的，很好吃的，我觉得。我也来一口。还好。你蘸上点这，你真的得蘸上点这个才有味儿。还可以，就是它的味道比较浓郁，所以就是吃到第二口的时候会觉得好很多。第一口还没有味道上来。对。这个虾刚才吃了一个，还可以，挺好吃的。这个地方的海鲜应该都是蛮不错的。对。好，接下来我们来尝一口冬阴功汤怎么样？我是冬阴功汤的大爱好者，然后。但你经常把厨房里弄的都是冬阴功汤的味道，然后2天都散不掉，因为他很喜欢在自己在家做冬阴功汤。对，所以，因为它这个虾是这种，哎呦。需要帮忙吗？帮我一下。这个香料的味道很浓郁，然后好吃，好吃。跟你做的哪个好吃？它这个有一种，反正跟国内冬阴功汤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感觉。不一样吗？好像更鲜一点。尝一尝味道。有种那种更鲜一点的感觉。它这个虾肉确实味道好像不是很一样哎。对。它是那种，
就是更鲜，没有都国内你做的一般比较偏酸口，它没有那么酸，我觉得。酸味要弱一些，然后确实香料的味道要更浓一些，香料味道浓一些，然后鲜味浓。对，因为它这个虾我估计是很新鲜的，所以带来这种鲜味。这个虾的口感也很好，很嫩。我刚才吃那个大虾已经感觉到了，这个虾应该都很不错。比这个大虾更嫩。是吗？对。好呀，那我也尝一尝。这个虾经过跟这个冬阴功的虾对比，对，觉得它还肉质不是那么嫩，然后呢，感觉好像味道没有那么浓郁，那么鲜，而且有点苦味儿。对，因为它可能是烤的，就是烤的有点糊的地方就会有点苦。是的。对，所以就感觉好像还是这个更好吃一点。虽然这块是它的那个特色，但是感觉好像就是对于我们的口味来说没有那么的喜欢。对，没有那么惊艳吧，但也不难吃，但没那么惊艳，对。对，感觉我最喜欢的还是一个是冬阴功汤里边这个虾好吃，一个是这个猪颈肉的前几口吃的很好吃，它现在也很好吃，有一点点凉了，现在咱们得快点吃了。对，好，加速。还是蛮好吃的。我们最终一致都认为，什么最好吃？猪颈肉。猪颈肉是最好吃的，然后是冬阴功汤，对。其实那个菠萝为什么菠萝？那个芒果也不错。最后都吃完，还有那个金瓜。对，都吃掉了。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呢？这家店叫做这个。也是不错的一家店。啊，给我们打了热水。好，我们出发去玩了。坐了一辆出租车，这是大皇宫的门外，这地儿应该是出口。好多的鸽子，草坪上也是。进到了大皇宫的里边，人还不少。这个地方是3点半就关门，我们现在已经2点多了，2点半了，可能。好像一般说上午来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们就不足讲解了。服务叫咩？喷泉。奇雨神台。哦，看着很金碧辉煌的。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亮晶晶的，跟个宝石似的。哦，进去看看。应该是要脱鞋。还是很气派。大步往里闯，不知道里面让不让摄影。到2点半的时候，突然说关门了，然后把人都给轰出来了。当然里边本身就是一个店啊，也没有那么多值得看的，对。但是有很多人的门口还没进来，当时非常的愤怒，在那抗议，说：“哎呀，为什么明明说3点半才停止入内，为什么2点半这个地儿就关门了呀？”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查过。反正我们刚好赶上了，
站在门口。这地方应该主要就是这个地儿了。再到那边看着有一个奇怪的建筑，去看看吧。这个估计约等于4大金刚守了这个，这边是这个店。他们也是在烧香。健康，就有多病的人必须要得这类道士佛陀。这边是另外2个金刚，然后这边有个长得很搞笑的将军，这难道是关公吗？不知道。啊，那边还有2个门神，这边是一个奇怪的建筑，去看看。它这边就是金碧辉煌的风格，看着很土豪，金闪闪的。You can see the old stupa inside. So this area there was kept that really a lot. This one built by King Rama IV in 1855. And then King Rama V ordered golden mosaic from Italy. You can touch it. A mosaic from Italy. Right? Million pieces. And you have this relic from Inside. That's right. It's a holy thing for Thai people. 真有一个舍利。 ¿Se acuerda de las reliquias? Que era una reliquia. 看了一下才知道，刚才那个建筑是玉佛寺，不是大皇宫，这边才是大皇宫。它2个是挨在一起的。一直以为刚才那个是皇宫里面的某一种建筑，但确实它是个佛像啊，所以刚才我进到那个大厅里，看到那个佛确实是玉制的，然后身上披了金色的袈裟，就是黄金做的袈裟，所以它叫玉佛寺啊，就非常的合理。这边是皇宫里边啊，看着就有点这种风格的建筑。这有很多的乌鸦。门口是大象。这边不知道在施工什么。据说这个建筑是3层，3层里边就是风格各不相同，最上面是泰式，中间是欧式，下边我没听见他说什么式。然后里边建筑群其实有很多，但是开放的只有这几个，而且也不让进，所以也就是在外面看一看。然后说到刚才的那个玉佛寺的话，刚才场面还挺有意思，有很多的信徒在里面祈祷，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规矩，比如说我看他们首先要求不能够大声喧哗，穿着衣服也有要求，然后要脱鞋，这都是肯定的。另外呢，还有趣一点的是，他的脚不能对着佛像，说是这样是不尊敬的。另外，我看到他们很多信徒在里面，因为是一个大厅嘛，相当于你在里面跪拜。他走出这个跪拜区的方式是通过膝盖着地那种跪行的方式走到外边去。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更加尊敬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反正游客们一般没有按照这样的做法去做，一般就站起来走掉了。总的来说还是挺精美的，而且上面有很多的壁画，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这边是大皇宫的下一个院落。
啊，这个建筑这么看也非常有视觉的压迫感。它这边这个树剪的都变成这样，非常泰式东南亚风格的，还挺有趣的。看看跟一堆小盆栽似的，小盆栽似的。我觉得泰式美学就非常崇尚这种极繁艺术，对，很繁复。对，就是看着非常的对华美，然后呢有很有视觉的第一冲击力，这种感觉，第一眼看起来哇，真的很棒，这种感觉非常的金碧辉煌，很吸引眼球吧。对啊，刚才我说了，这个有点像关公，但是又不是，因为关公肯定不会有左右各一个。这是两个门神，应该有点像咱们的什么钟馗啊什么的那种，在门口。不知道是什么花。这边我看到有一种叫什么来着，叫金什么花，他们的国花，泰国国花。不知道是哪种，难道是这个？看着也挺好看的，黄色的也是。走了。这是一个皇后的织品博物馆，进去看看。纪念品商店啊，不是这边，织品博物馆，往前。这是在皇后织品博物馆里，教你每天应该穿什么色儿，教你颜色搭配。他楼上不让拍照，所以只能看看这个楼下的一些最基本的趣味介绍。这是说不同年代的泰国人的服装。来，你喜欢哪个？你觉得？这些泰国人的服装，你喜欢哪个？不同年代的，从很早以前一直到18几年到19几年，2000多年。好像都差不太多。这边看着就比较简单，这个就华丽一些。这是什么时候？18几年，1850年左右。这边就开始变成现代的，穿的非常，这其实有点像旗袍，对吧？但它是上下分体的。从博物馆走出来了，博物馆里边感觉就是这个应该叫国王的王后是吧？王后的各种衣服，然后从1950年左右到2020年，他2022年好像过了他的90岁的大寿，所以说他已经93岁了。往那边，往左拐，然后93岁了。他早期的衣服还挺好看的，就很瘦，这个人应该比较苗条。1950年应该30多岁，然后越往后到最近这个60岁往后的时候，明显就是身体开始发福，衣服都明显胖了2圈。然后他的衣服都是一些很有名的设计师给他设计的，好像有一些大品牌叫什么来着？包曼，好吧，巴尔曼，好，巴尔曼给他设计等等，很多的这种设计师来给他设计，主要是泰国风格为主，但也有很多的这种西方元素的穿插，还有一些西式的服装，大概就是这么个介绍。
到了卧佛寺。卧佛寺距离大皇宫大概步行10分钟的距离。有劲儿。这个里边比想象中要大，看着大概有个大概4、5进院子的感觉，可以进去参观。有一个巨大的卧佛，这个小卧佛，很多人都在这里野餐。啊，这个地方应该进去，估计里边还是不能拍照的，但是外边看上去环境还不错。门口又是这个关公2人组，好大的卧佛，出乎意料，这里竟然是可以拍照的，大的卧佛。这是他的脚掌，脚掌在这边。哇，这里是有很多佛像，非常的精美。啊，他的佛像的头都是冲着他的脚趾，就跟这个卧佛是一个这么看。感觉更对是吧？我已经拍了，你就不要讲我。每一个都不一样，非常的精美。这是刚才他们得到的，用泰铢买了一些小钱币，然后每一个 bowl 里边放一个 coin， 这可能是他们的某一种仪式。然后整个大厅都回荡着他们放钱这个哒哒的声，显得非常的虔诚。修复这个柱子。佢抿完之後再畫翻。非常需要耐心的活。好瘦的一只猫，然后有2个很绅士的门神，没有见过这么绅士的门神。这里介绍了刚才看到的这些石像，被统称为中国石像。这个长得很滑稽。说他们被叫做安曹，是跟中国商人贸易中获得的。这边的佛长得都还挺奇怪的，一个个的，这个很娇羞，
那个羊角悬空，再看那边的茶园，都很有特色。哎呀，这干脆就是个码头。这什么蹲坑造型？哎呦，劈叉，还戴了个这个英伦风的帽子，好神奇的佛像呢。正在坐船过河，过这个湄公河。到达了郑王庙，这个简直像一个迷宫啊！这里边感觉捉迷藏应该很难抓到。奇怪的这里有很多这种穿着背心儿的员工，是专门负责给游客拍照的，付费拍照。然后好像也会给他们一些传统的泰国的服装。每一个还都带着编号，应该还蛮正规的。每个佛像的造型都非常的诡异，我发现。远看觉得像那么回事儿，仔细一看就觉得很抽象。每一个和尚都单脚朝天，他应该是一脚朝地，一脚朝天，我怀疑是有什么说法。但是其造型确实挺诡异的，上面都是这个造型，一个个全是这样。但人太多了，你能不能让人呢稍微撤一点点？夕阳西下，还蛮有意境的。咋了？上不去了呀？现在生火车，大早的火车。回到了对，当时就在台上。看这个郑王庙。夕阳西下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好，去吃饭吧。Hello， 我们这中间是郑王庙。这夜景还挺漂亮的，然后现在还有一点红色的晚霞。刚才晚霞就特别的浓，特别漂亮。对。然后现在是这个郑王庙的灯亮起来了，特别漂亮。今天是除夕，新年快乐，10周年大吉！看像不像一个小蛇？不像一点。哪里哪里？郑王庙并不像。好吧。来尝一尝味道如何？尝一口。这么我吃感觉有股苦味儿，我觉得有股苦味儿，尝尝。但我没吃虾，看看虾是什么感觉。挺好吃的。你觉得可以？我不是那么习惯，还有点苦味儿。可能是你吃的
够的是，对，就尝尝这个白色的这个。白色这个就是青木瓜呀。青木瓜，但有一点苦味吗？明白了。没有。好吧，不管了。再来尝尝这个汤。这个还不错，反正味道但是很熟悉，确实泰国风味。哦，这个好喝，不错。好喝。奶油，椰奶鸡肉，椰奶鸡肉。开了。是猪肉的打抛饭。猪肉打抛饭。很香，这个猪肉好了。猪肉很香，我也尝尝。这个就是个鸡蛋的，没什么特别的。很暖和，很热，然后就感觉确实蛮香的，感觉很下饭。这个感觉能吃很多这个饭。对。给我一种吃这种什么云南黑山剁的感觉，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它没有黑山剁那么油。也没不辣，它不辣。好，然后这个鸡肉呢？它这个鸡肉做的也很嫩。嫩是吧？对。不错不错。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站，是唐人街，曼谷唐人街。今天是除夕的晚上，所以唐人街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庆祝活动，我们觉得过来看一看。全都是这种摩托车呀，或者是什么三蹦子这种玩意儿，所以很吵，街上。应该是往左拐，刚才那个司机说，但这边已经有很多的横幅啊什么的。啊，这边也有很多横幅，但好像没有什么庆祝仪式，好像没有。夜市在哪儿啊？你导航看一看吧。没有找到什么有趣的活动啊。哦，前面那个好多棚子，对吧？去看看，去看看。好，我们过去看一看。我们走到了唐人街的这个夜市。可惜刚刚吃完晚饭，并不想吃什么东西。来看一看迪拜风格巧克力。海鲜。哇，这儿有一个超级大的锅，做啥的？看我就在这儿拍的。在这儿拍的，没看过。唐人街嘛。但唐人街多了去了呀，你怎么知道是在泰国的唐人街拍的呢？好像真的就是。是吗？你也没看过是吗？我看过。那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说我知道啊。哦，好吧，中国工商银行这个熟。还挺长的，本来以为就一小段，看前面还有好多好多。哦，那边看着可能更热闹一点，也许。为什么它没有一些什么舞狮啊？对，我也期待有这种东西。哇，这个巴士被困在这帮人里边，感觉寸步难行啊。
这巴士在上面坐着可实在是太难受了。司机还一直那个手势让大家让开。是啊，那不让他就真动不了啊。这巴士坐的，这叫一个难受。看看有没有人在上面坐着。好像只有一个售票员。哦，有。这块应该是中心区域了，最繁华的。这边好像有点什么传统音乐、鼓点的东西，像是舞龙那种玩意儿的。刚才路过的所有的店铺里边，看着最满的一个是沙县小吃。燕窝好吃哦，有50，终于找到了50。车跟在50的后边，这倒了血霉了。让大家补钱而已。对，但是这公交车好像倒了血霉了，跟在一个50的后边。他可能也不在乎，因为车上也没有人。确实。就好像，比方说你摸鱼的时候，你会嫌那个系统运行的慢吗？好吧。有人哎，有人们都很关切的看着前方，感觉是真走不动了。人还挺多的，这比上一公交车人多了。好多人在往天上扔那个什么呀，竹蜻蜓啊，电子竹蜻蜓，感觉也是卖小玩具的。啊，就这个。不知道，哎，我刚想说，指不定会不会砸着人呢。结果真砸了一个。大部分时候应该是不会失手。我们终于打上了车，在唐人街打车真的是灾难一般。然后现在回酒店，结束今天的旅程。今天你感觉曼谷怎么样？就是感觉它这边的佛教的氛围很浓，然后那些建筑也都很有泰式的这种特色，确实还挺漂亮的这些建筑。而且唐人街确实挺热闹的，热闹到有点就是水泄不通，人太多了，对。好在最后还是打到了一辆车。他这边我感觉就是确实组织性上来说弱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咱们这么多人挤在一起的，就会有很多交警来维护一下秩序啊，
就车呀就拦住了，你就别走了，就全人走了。他这儿就是那帮车跟人在那儿博弈，就感觉这个会导致所有的通行效率就下降很多。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出来了。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明天见。